苏57战斗机的隐身水平相当于美军的 FA-18EF， 这可有点尴尬。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近日，成飞专家发表了一篇针对俄罗斯将军战斗机的评论文章，在网上曝光。这篇文章对俄制苏57和苏75战斗机的隐身技术水平做出了评价。虽然没有提及中国的战斗机，但是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研制一款合格的隐身战斗机到底有什么要求。真的是细节决定成败。作者表示，与主流的4代半战斗机相比，苏75战斗机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身优势，但是这一优势不像 F-22和 F-35那么具有压倒性。主要原因就是俄制战斗机的制作工艺过于粗糙。比如 FA-18EF 已经通过对主要散射源的处理，使其 RCS 也就是雷达反射截面积较 FA-18CD 等典型的4代机下降了一个数量级，与苏57大体在同等水平上。即使考虑到 FA-18EF 外挂武器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如果能够配备隐身的外部武器吊舱，用它们包裹导弹后，就能使 RCS 也就是雷达反射截面积降低 50%， 这与苏75将军战斗机的差距也不会太大。而且这样的综合作战能力的差距也很容易被电子弹、有源诱饵以及更多的武器数量所抵消。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俄制隐身战斗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到底有多大呢？据分析，苏57的雷达隐身性能的指标并不高，只能达到 0.1 至1平方米的量级，原因是外形设计不到位，局部的隐身处理也相当粗放。而将军战斗机的隐身设计的细节处理方面似乎有进步，但是又由于大量使用了苏57的一些通用部件，而增大了雷达反射截面积。比如苏57配装的 IRST 即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的探测装置的外罩是球面的，这不利于隐身。苏57虽然有所改进，采用了多面体的宝石型，但是其机翼后缘处的紧附翼仍然沿用了苏57粗放的自然断面，也就是说苏75的隐身化处理并不彻底。苏75将军战斗机最后可能会因为技术条件和经费等问题而不得不改回到采用球形罩的 IRST， 这样其雷达反射截面积将因此而增加 0.02 平方米左右。这表明其 RCS 与苏57相比并没有太明显的改善。第二个问题是，苏57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比较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里面的因素比较多，例如苏57的隐身外形设计不到位，其机体表面特别是腹部不平整，各个舱口盖存在着大量缝隙，并且其前后的边缘没有按照平行的原则进行锯齿状处理。发动机的压细机和涡轮叶片都是雷达波的天然反射体，如果这个环节处理不好，那么隐身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为了降低发动机叶片的雷达反射率，苏57在进气道内设置了雷达波格栅，但其效果根本就不能够与棒式进气道相比，二者在技术性能上的差距很大。如果我们从后部看苏57的发动机，也几乎没有考虑涡轮和尾喷口对隐身性能的影响。此外，苏57的机械加工精度不够，细节处理不到位，也严重破坏了飞机的隐身性能。苏57在大的外形设计方面，虽然遵循了边缘平行的隐身设计原则，但是又不重视各个舱口盖、活动翼面、机体缝隙等细节的设计，最终让一款隐身战斗机几乎变成了半隐身战斗机。难怪连印度人都不上当。如果要比较一下哪个国家隐身战斗机的技术水平最高、隐身能力最强，那么美国的 F-22、中国的歼20和 FC-31都是成功的案例。因为第5代战斗机最重要的性能特征，或者排第1位的战术技术指标就是隐身，只有做到极致才能达成目标，而细节又往往决定成败。这就是歼20战斗机领先于苏57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